众所周知啊，现在中国武器的生产速度那叫一个快啊！海陆空三军比着下饺子。过去只有精锐部队才能摸到的99A 坦克，现在也可以部署在西南地区这种次重点位置上。然而，谁能想到的是，哪怕中国最强坦克上了高原之后，也遇上了和前辈们一样的问题——高原病。高原病是我国军备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啊！中国有着全世界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高原，高原空气稀薄。当海拔高度到达4500米的时候，所有需要吸氧的设备，你不管是人体还是内燃机，其工作效率都会降低30%到40%。哪怕是中国坦克中的老大哥99A 也不能例外。毕竟你只要用内燃机，你就得吸氧烧油，你吸氧烧油就必须经受高原病的考验。为了伺候好这些重装备，我国不得不在边境地区专门搭建保暖、补电、维护帐篷，以确保其作战状态正常。这时候就有大聪明得问了啊！既然需要吸氧的内燃机用不了，那我们可以用电动坦克啊。目前中国的电动车技术全世界排名第3，这么先进的技术为什么不能直接移植到坦克身上呢？到时候全电力坦克部队啊，完全不用吸氧，我直接就能在高原上开出来100%的战斗能力。说到这里，就得给大家先普及一下目前全世界的主流电动车驱动方式都有哪些。现在全世界主流的电动车动力解决方案有以下4个啊。第一个，锂电池汽车。这种汽车脱胎于我们大街小巷都能看到的电动车，然后就是以传统汽油或柴油发动机驱动发电机，再驱动电机的电车啊，助力车就是其中的典型。第3类呢，就是本虎之前买车时曾考虑过的油电混合车。最后一个就是新型燃料电池，其中又以氢能源电池为主。有一说一啊，这4类动力放在坦克上，不说一个都不靠谱吧，至少哪个都不能用。首先被 pass 掉的就是以传统的柴油或汽油发动机以驱动发电机再驱动电机的模式。而我们给坦克上电，就是为了解决你发动机吸氧的问题。你用传统发动机驱动电动机，那你不还得先烧油吗？只要烧油就得吸氧啊，所以这个方案直接 pass 啊。同样的理由，油电混合也够呛啊。且不说吸氧的问题，单单就是一个坦克需要2套能源补给后勤线来伺候，那简直就是后勤灾难啊！你真这么设计，不管是前线部队还是后勤保障部队，他都得骂街。最关键的是，你这么搞了，坦克作战需要吸氧的问题，它还没解决呀！所以接下来靠谱的就只剩下锂电池和氢电池这2个方案。首先，我们说一下更为传统也更为成熟的锂电池。目前，锂电池是全球电车市场中用的最多的电池了。目前，中国的锂电池发展非常迅速，现阶段可以用500千克的锂电池包来驱动一台重量为2吨左右的汽车，行驶500到600公里啊，可以考虑到现代坦克加满油的最大行驶距离也在500公里左右，那我们可以基本换算一下，一块500千克的电池啊，理论上可以供应一辆50多吨重的主战坦克行驶不到20公里。有一说一啊，这个数据很不够看，毕竟这只是理想的功率输出方式。真应用的话，坦克本身的大扭矩传动消耗你都得考虑进去，这就导致实际使用时，一块电池只能让坦克跑10公里左右，就算了不得了。真想驱动一台99A 一样的主战坦克，维持可靠的长距离战术机动，怎么着你得整出来10吨以上的锂电池，就这就凭空给坦克增加了超过1/6的重量。而且还占用了大量内部空间。那有没有功率更高的电池呢？还真有氢电池啊！氢燃料电池是目前外国的军事强国研究比较早，也是比较重点对待的对象，比如美国和德国，他们就早已展开此类研究，而且还有少量的使用了氢电池的轮式车辆进行试验性服役。在使用过程中，氢电池展现出来了能量密度高、噪音低、扭矩大、转运热量小，可以增强坦克隐身性等各种优势。但是，这个电池有一个非常巨大的缺点，这个缺点足以覆盖掉其自身展现的所有优点，就是容易爆炸。大家都知道齐柏林飞艇吧？齐柏林飞艇它就是一个充满氢气的大气球。当英军发现可以用白磷弹点燃氢气之后，齐柏林飞艇就变成了被英国皇家空军随便欺负的打火机。
那放到现代也是啊，现在日本就通过发动全国科研力量的方式开发了一款氢电池，想要通过开发氢电池汽车的方式来解决日本最缺少的能源问题。毕竟氢元素满地都是，空气里也有，海洋里也有。如果能提炼出氢元素制造电池，那么日本能源被卡脖子的问题就得到了完美解决。但结果如何呢？日本开发的新能源汽车是全世界购买率最低的，因为它的自燃率、自爆率高到可怕。民用设备尚且如此，坦克那更这样了。想要驱动氢电池，坦克自身就要携带氢气罐。那在这种情况下，坦克要是被穿甲武器击穿，那就不是飞头就能解决的问题了。基本里面的氢气携带量可以将附近100米范围内所有东西炸成碎片，整个车队连个全尸都留不下来。这种情况下，只要是脑子没有坑的指战员，就不可能答应氢电池载具作为自己的主力装备。所以就目前来说啊，想用电动设备解决武器装备的高原病，暂时并不现实。目前中国想让坦克在高原发挥战力，还是得一步步踏踏实实研究比外国还要强大的坦克发动机才行。